朝鲜战争究竟与苏联有没有关系？先说结论，有。既然有关联，那当年苏联为何不出兵朝鲜支援作战？这背后的博弈远比台前呈现的更为复杂。若没有苏联的默许，朝鲜战争的战火恐怕难以燃起。这具体要从二战后的东北亚局势说起。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扶植了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政府和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然而，这两个政权均不愿接受半岛分裂的局面，都渴望实现国家统一。尤其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方面统一半岛的意愿更为迫切，多次尝试说服苏联支持其统一行动。但在最初阶段，斯大林并不支持朝鲜主动开战，因为当时新中国正筹备解放台湾，苏联也更倾向于将战略重心放在支援中国上，以巩固其在东亚的影响力。直至1950年初，斯大林的态度发生转变，他主动联系朝鲜，表示愿意秘密支持朝鲜采取统一行动，同时特别强调，朝鲜的行动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同意，且无需向中国透露行动的具体细节。这一态度转变背后存在多重关键原因。首先，1950年苏联情报部门截获的美军内部电报显示，美国并未将朝鲜半岛纳入其远东防御圈，这让斯大林判断，美国大概率不会为了韩国出兵干预，苏联由此可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其次，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期间，斯大林逐渐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非会完全依附于苏联的政党。毛泽东主席在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问题上态度坚决，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关键条款上寸步不让，这让斯大林意识到，难以将中国完全纳入苏联的附属体系。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开始盘算，若支持金日成统一朝鲜半岛，或许能在东北亚培养一个对苏联更顺从的盟友，以保障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再者，控制朝鲜半岛能为苏联带来重要的地缘优势。朝鲜半岛的釜山、元山两地均为天然不动港，这两座港口全年无结冰期，可作为苏联海军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支点，极大提升苏联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投送能力与物资补给效率。最后，战略层面的对日本考量也是重要因素。日本战败后，在美国的扶持下经济迅速恢复，斯大林始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死灰复燃。若能将整个朝鲜半岛变为倾诉的缓冲区，并可有效牵制美国与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势头，为苏联的东部边境构建安全屏障。不过，朝鲜战争的局势并未按苏联最初的设想发展。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朝鲜人民军起初势如破竹，一路向南推进，几乎即将实现半岛统一。但同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联合国军正式介入战争，战局瞬间逆转，局势也变得愈发复杂。此时，苏联若选择出兵，将直接导致美苏两大军事强国正面对抗，甚至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仅是美苏两国不愿看到的结果，刚刚经历二战创伤的欧洲各国也无力承受新的战争冲击。毕竟二战结束仅5年，各国的经济与民生尚未完全恢复。更为关键的是，苏联的整体战略重心始终在欧洲。在斯大林的战略布局中，欧洲是美苏对抗的核心战场，亚洲仅为次要战场。在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苏联不愿为了朝鲜半岛耗费过多的军事力量与战略资源，以免削弱其在欧洲应对北约的实力。此外，苏联也精准判断出中国的战略立场，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直接接壤，若朝鲜沦陷，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力量将直接逼近中国边境，严重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中国绝不会坐视朝鲜局势恶化，必然有出兵援助的理由。在苏联看来，既然中国会在前线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自己便无需直接出兵，只需在背后提供支持即可。这样既能保障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又能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当然，说苏联在朝鲜战争中毫无作为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苏联通过2个重要方面为中朝提供了支持，一方面是提供军事援助与战术指导。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始终在暗中为中朝军队提供大量军事装备，包括步枪、火炮、坦克、战斗机等关键武器物资。同时，苏联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团进驻中朝军队，协助制定作战计划，指导战术实施，尤其在装甲部队与空军的协同作战方面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底起，苏联空军以志愿者名义秘密参战，在朝鲜半岛北部构建起著名的米格走廊，有效遏制了美国空军的空中优势，为中朝军队的地面作战提供了空中掩护。
另一方面是提供国际层面的支持与牵制。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曾试图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孤立中朝两国，推动多国对中朝实施制裁，但当时与苏联保持外交关系的众多国家，受苏联态度影响，始终对中朝采取相对中立的立场，虽未提供实质性军事或经济援助，却也未追随美国对中朝实施落井下石式的制裁。在后续的停战谈判阶段，苏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既通过外交渠道协助中朝代表团争取有利的谈判条件，又通过在欧洲、中东等地区展示军事力量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暗示美国若在谈判中对中朝逼迫过界，苏联不排除直接参战，以此迫使美国在停战条件上做出让步。客观而言，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正义胜利，背后确实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与配合。但反过来看，若没有苏联最初的默许与支持，朝鲜战争或许也不会爆发。